我是个学者，不是屠夫。初听这句话，或许你会觉得没什么，可如果紧接着就是各种暴力直观画面的剪切呢？一双沧桑的手吞下一件少女款式的内裤到脚边，稚嫩的皮肤，细短的小腿，无处不在诉说着她的年纪。玻璃窗内被斧子直接爆头，被害者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喊叫。各种模样的尸体闪现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剧能有如此尺度？一部小小的网剧，一口气放出24集，直接斩获了飙升榜第1，甚至打过了热播剧。演员阵容似乎一般，可这剧情直击人心。刑侦剧有硬货了，我真没开玩笑。没错，又是刑侦。明明是国产剧中炙手可热的题材，却难有佳作登场。除了大爆的《扫黑风暴》，也就是今年口碑不错的《尘封13载》，可一个是口碑滑坡，一个热度跟不上，就算爆也是瘸腿爆款。待播剧倒也不是没有狠的，从孙俪罗金二搭的《乌云之上》到张颂文的《列兵》，以及陈建斌搭胡军的《黑土无言》，各顶各的有话语权。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，狠菜没上倒是来了个意外惊喜。我敢说，凶案深处的到来绝对为今年的寒冬添了把烈火。我想过凶案深处剧情会好看，可没想到上来就给人一记暴击。开局连人物关系都没介绍，直接上干货。工人在废弃工厂无意间发现了一具死尸，死者大概60岁出头，颈部断裂，胸部腹部多处刀伤，尸体轻微腐烂。也就是说，被害者已经死了1周，竟然没有任何人发现。脖子处的断裂是被人硬生生扭断的，8处刀伤，整个人被漂白处理过，肛门开裂也是死后造成的。还有其他细节就不多说了，我听着都要吐了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变态，如此扭曲暴力，不仅要对60岁妇人下手，就连对方惨死后还不放过。正当我还沉浸在这个案子里时，另一边又有少女自杀了。警察从家中发现了留在桌子上的遗书，奇怪的是信封上写了数字5，同时桌子上也摆出了数字5，不知道与案件本身有什么关联。这个女孩租的房子也算是老小区，周围居民年纪较大，看得出房租应该也比较便宜。可女孩家中却有一面墙专门摆放包包，就连新寄过来的包裹她都没有拆开，这些包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大概要10几万。果不其然，这个女孩与大学同学关系不好，在学校里风评也很差，一直有传言说她被人包养了。在同学聚会上再次与人发生了口角，后面就发生了这种事。难道真的是因为这种事想不开跳楼自杀？当然没那么简单。2个案件交错进行，这还只是第1集。当我以为这俩就够剧中警察探查个10集时，竟然又有新的案件发生了。第一个死亡的妇人，她孙子幼儿园老师冯莹被害身亡。这回死者的死相更加惨烈，整个人赤身裸体被丢弃在草垛旁，身上仅能盖住关键部位的衣服不知是谁的。最要命的是，这女孩双手全都被砍断了。接连3位女性死亡，这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？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让凶手如此惨绝人寰？你说说，不到2集的时间，3个案件交错并行，谁能忍住不追下去啊？凶案深处是双男主设定，虽然没有多余的感情线，可相比于紧张刺激的剧情，2位男演员大演技还是稍有逊色。男1号马思超没有太多情绪起伏的戏份，没有五官乱飞装腔作势，可他的眼神有点木。男2号刘怡彤毕业于北电，在表演上更加自然一些，可他与马思超的气势都不太够，所以2个人碰撞出的火花并不强烈，仿佛在各演各的。虽然不算太出戏，但也并没有为整部剧加分。但其他配角的出现着实让我眼前一亮。第1位鲍大治，这位老戏骨一登场，老奸巨猾大佬的气息就已经扑面而来。在与男主对戏时，完全是压倒性表演，明明对方是警察，可鲍大治的表现所有目光都吸引了过去，说一句话都吓得人肝颤。如果说狂飙中赵立东还有所收敛，
那么他在凶案深处中的角色绝对是完全释放出来的凶狠。第二位，杨子画。杨子画这2年一直以配角的身份游走在各种题材汇总，这回他饰演男主的师傅。前面涉及到的剧情不多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却能让人感觉到他身上作为老警察的底子。后面情绪爆发戏份的表现才算绝，一场哭戏，情绪层层递进，从不敢置信到眼含热泪，最后声泪俱下，穿透性极强，瞬间将观众拉入戏中。第三位，钱一。这位老戏骨演变态实在是太像了，同一个角色，3种状态简直信手拈来。戴着眼镜，穿的人模人样时，看着满腹学识，彬彬有礼，仿佛真的是什么肚子里有点墨水的知识分子。坐进审讯室，当警察一阵见血地戳破他的恶行，这家伙眼神瞬间变了，满脸都写着心虚2个字，全然没有了之前的气魄和镇定。暴露真面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丑恶。钱一是真的没有一点包袱，导演也是真敢拍，明明没有任何真正大尺度的画面，可钱一的表情完全将人物的变态扭曲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看着都让人作呕。第四位，董向荣。戏红人不红的代表人物，他是《河神2》的崔疯子，是江照黎明的老麦，也是凶案深处自认变态，实际为女儿掩盖罪行的老父亲。一开始，洛海被审讯时是冷漠的，闭口不提自己的罪行，冷漠的眼神里带着杀意，显然抓对人了。当警察一点一点说出真相，语言刺激到洛海的敏感神经，他彻底爆发了，终于露出了本该属于他的扭曲笑容，杀人时空洞又有点兴奋的眼神，无论是哪种状态都能让观众毛骨悚然。其实到这里都非常符合观众对剧情的猜想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人物在最后给观众来了个猝不及防的反转。其实人不是他杀的，那些情绪也是这老爷子装的，只为了能替女儿定罪。当警察查到真相，演员董向荣的眼神瞬间变清澈了，仿佛与之前根本不是一个人，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儿。老戏骨这演技真的封神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经验丰富的老演员，还有不少实力派中生代重磅加入，比如饰演陆队的王大奇。很神奇，或许是与张译搭档过的原因，当他一出场，那老警察的味道就已经散发开来了，一个眼神感觉屏幕都要被瞪穿了。还有警察荣誉里演曹建军妻子的张文，气质依旧，可爆发戏是一点都不含糊，虽然戏份不多，可这个女性角色依旧是整部剧的高光人物。客观来讲，凶案深处或许算不上高水准刑侦剧，但在网剧市场中确实值得脱颖而出。虽然与配角相比，两位主演的实力还有待提升，但他们演戏不装，而且有全程高能的剧情拖着，完全不让人感觉到厌烦，而且情节实在是太紧凑了，一口气放出了24集，案件众多，单元性质的组合又能交错纵横，老老实实把每个案件讲清楚，还要啥自行车了？事实证明，不拼阵容，网剧靠质量也同样能吸引到观众。我想如今的观众也更希望这种作品能更多一些吧。